你知道我们国家最危险的动物是什么吗？你以为东北虎就是中国最致命的野兽了吗？你知道吗？中国是世界上17个生物多样性大国之一，在我们国家，单是蛇类就有超过200多种，其中毒蛇多达60多种，兽类超过了500多种。如果从物种数量来看，我们国家在哺乳动物中位居世界第3位，其中有很多动物都是我们国家独有的，比如大熊猫以及金丝猴等等稀有物种。不过今天这期视频我们主要讲的是生活在中国的10种最致命的动物。在我们国家，除了豺狼虎豹这些大型野兽，实际上还有很多种非常致命的小型动物，它们活动在各种阴暗潮湿的角落，一个不小心被它们咬到，极有可能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生活在中国的10种致命生物，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我们身边的那些危险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位列第10位的就是黑寡妇蜘蛛，这是一种闻名世界的剧毒蜘蛛，在全世界广泛分布，在我们国家的新疆和云南地区也生存着这种可怕的蜘蛛。黑寡妇蜘蛛的可怕之处主要就在于其毒性极强的毒液，它们的毒液中含有一种神经毒素，一旦中毒后，毒液会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就会迅速扩散至我们的全身，使我们的身体出现一系列的损伤。据科学家研究发现，这个家伙的毒液比响尾蛇的毒液还要高10倍以上。不过被黑寡妇蜘蛛咬到后，通常并不会致命，主要原因就是它们的每次叮咬向外注入的毒液剂量比较少，并没有响尾蛇那么多，因此它并没有响尾蛇那么致命。不过即便是这样，仍不可忽视它的可怕程度。虽然它们的致死率并不高，但被它咬到后会非常的痛苦，而且时间通常会持续3到7天，也可能是数周。如果一些免疫力低的人被它咬到，也是有可能致命的。再有就是这种蜘蛛之所以被称为黑寡妇，主要就是出于它们的行为方式。这个家伙在每次交配完之后，雌性就会立即将雄性咬死，因此才被称为黑寡妇。在野外碰到这个家伙，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以免被咬伤。好，第9个，亚洲大黄蜂。亚洲大黄蜂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大虎头蜂，它的另一个绰号叫杀人蜂。这是一种分布于亚洲地区的大型胡蜂，在我们国家体型最大的胡蜂亚种是金环胡蜂，这个家伙的体长可达4厘米以上。动物学家曾经在云南发现过体长超过6厘米的个体。对于昆虫界来说，这家伙的体型已经非常大了。它之所以被称为大虎头蜂，主要就是出于其凶猛似虎的性格，身上还长有类似于老虎的斑纹，因此才被称为虎头蜂。这个家伙多数都分为我们国家的南方地区，它们与普通的蜜蜂可不一样，大虎头蜂尾部的毒刺长达6毫米，并且它们的毒刺里带有一种毒性极强的神经毒素，一旦被它蛰到，会导致我们的伤口处剧烈疼痛，就如同一根烧红了的钉子插进皮肤一样疼。与普通蜜蜂不同的是，小型蜜蜂尾部的毒刺通常蛰一次就会脱落，而这种大虎头蜂的毒刺却可以连续重复使用，也就是说，一只大虎头蜂就可以对我们进行连续攻击。如果被它连续蛰伤10次，极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再有就是这个家伙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主动去攻击人类，只有在它们的蜂巢或者自身受到威胁时才会对我们发起攻击。在野外，如果遇到这个家伙，一定要与它们保持安全的距离，千万不要去招惹，一旦遭到大虎头蜂的攻击是非常恐怖的。第8个，华南虎。华南虎是我们国家特有的老虎亚种，它的体型较小，体长加上尾巴最长可达2.5米，体重也就在200多斤。这种老虎曾经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华中、华东、华南以及西南的广阔地区，主要都分布在福建、广东、湖南以及江西等地。在1950年代初期，野生的华南虎数量高达4000多只。它们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是在很久之前，华南虎曾一度成为老一辈人的噩梦。你知道吗？在1952年，湖南全境曾经爆发过一次恶虎之灾，10年中有将近2000湖南人死于华南虎的口中，被华南虎咬死的家数更是数以万计。在整个1952年，单是湖南耒阳县就有多达120多人死于华南虎的口中，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在1天之内，华南虎就连续吃掉了32个人，非常恐怖。其实在这之前，向前追溯到明清年间，华南虎更为猖獗。人类为了生存下去，必然会想尽办法与这种食人野兽进行对抗。长而久之，随着人们对华南虎的捕杀，导致华南虎的数量逐渐下降。如今，在我们国家，野生的华南虎基本上很难发现了，现存的只有在动物园中才能看到。第7个，中华眼镜蛇。眼镜蛇这个物种在全世界有很多种，中华眼镜蛇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蛇广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南部地区，一直延伸至台湾省以及越南北部。它们通常都出没于一些平原、丘陵以及低山地区，像一些池塘附近，甚至住宅院内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
这种蛇的体型中等，它的体长最长可达2米。在野外，它们主要以一些啮齿类动物、青蛙和其他的一些小型动物为食。当然，它也是一种剧毒蛇类。中华眼镜蛇的毒液与其他的毒蛇一样，都含有一种非常致命的神经毒素。这个家伙一旦被激怒或者警惕时，就会将自己的前半身竖立起来。在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去招惹它，因为在2米的距离内，它的毒液就可以喷射到我们的脸部。一旦毒液进入到我们的眼部，是极其危险的。不幸被它咬到后，如果不在短时间内得到救治，极有可能会一命呜呼，非常危险。第6个，红头蜈蚣。蜈蚣的可怕之处可能并不在于它们的毒性，而是它们的外表。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种长着密密麻麻的很多角的动物，但是看上去就让人头皮发麻，基本上很少有人会去深入了解这个物种。但是你知道吗？红头蜈蚣虽然也是一种有毒生物，但它的药用价值却远远高于它的毒性。这种蜈蚣的平均体长都在20厘米左右，它们多数都生活在一些潮湿的环境中，在我们国家农村的一些阴暗潮湿的墙角、砖头以及石头下面，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在它们的第一对腿上长有一种毒腺，这种毒腺能够向外分泌毒液。它的这种毒液对于人类来说并不会致命，被咬到后可能会感到疲倦、疼痛，甚至发烧，但很少会致命。但如果中毒者自身就患有一些基础病，或者对蜈蚣毒素过敏，也有可能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但是与其他剧毒生物不同的是，科学家在对红头蜈蚣的毒素中研究发现，它的毒素中含有非常高水平的生化多样性，对治疗疾病方面有着很大的作用。因此，在很多地方，红头蜈蚣被当作药材使用。第5个，东北虎。作为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老虎亚种，东北虎无疑也是我们国家最危险的动物之一。截止到2022年，我们国家的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已经从之前的10几头增长至50多头。近些年，陆陆续续也一直有人在野外遇到野生东北虎的事件发生，不难看出它们的种群数量正在逐渐恢复。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时刻警惕与野生东北虎偶遇的事件发生。要知道，一头成年的野生东北虎的体长最长接近3米，体重最重可达500斤以上。它们性情极其凶猛，在野外，即便是体型巨大的棕熊，有时候也会沦为东北虎的猎物。当然，东北虎有时候也会被棕熊反杀。总而言之，东北虎的战斗力与可怕程度其实远在我们的意料之外，千万不要再将它们看成一种可爱的高颜值动物了，特别是小孩子。现在有很多小孩对于老虎的认识都变成了可爱而不是恐怖，这一点是非常可怕的。永远要记住，老虎是一种会吃人的野兽。好，第4个，银环蛇。它是我们国家毒性最强的毒蛇，危险性极高。这种蛇很容易分辨，它的体长最长可达1.8米，身上长有白色和黑色的环，通常白色的区域较窄。这种蛇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华南、华中、西南地区以及台湾省，在缅甸和老挝也有分布。它们经常喜欢栖息在一些石堆或者墙角以及洞穴内，通常都是在夏季活动，特别是在闷热的夜晚，活动更加频繁。这种蛇的性情温和，一般情况下并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如果它们正在产卵或者孵化期间，我们不小心靠近它们，也有可能会遭到它们的攻击。如果一个不小心被银环蛇咬到，死亡率会极高。你知道吗？这个家伙的毒液毒性在全世界所有的毒蛇中位列第8位，在陆地上，它的毒性猛烈程度位列第4位。银环蛇的毒液中具有2种非常致命的神经毒素，被它咬到后，第一时间并不会感到特别疼痛，这也是最可怕的一点，因为在中毒后感觉不明显，极有可能会错过最佳的治疗时间，从而命丧黄泉，非常可怕。第3个，虎纹捕鸟蛛。这是一种大型的剧毒蜘蛛，虎纹捕鸟蛛分布于我们国家的广东、广西、云南以及海南等地。这种蜘蛛的体型相对较大，它的体长最长可达8厘米。这种蜘蛛因其个头大、产毒量多，所以被誉为蜘蛛家族中的世界毒王。不过它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虽然它的毒性极强，但是它们一次向外输出的毒液剂量非常少，所以对于人类来说并不足以致命。上面之所以说它产毒量多，主要就是对于蜘蛛这个物种而言，也就是说在所有不同种类的蜘蛛里，虎纹捕鸟蛛的产毒量算是比较高的。如果不论剂量，单从毒液的毒性来看，这个家伙的毒性要比很多眼镜蛇的毒性还要猛烈，非常可怕。第2个，亚洲黑熊。亚洲黑熊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黑狗熊，这种熊是我们国家分布最广的一种野兽，你知道吗？但是在东北地区就有多达上千头黑熊，南方的地区的云贵高原、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福建以及广东、浙江等地都有分布。如果全部加起来，我们国家野生黑熊的种群数量高达上万头。所谓一猪二熊三老虎，这种排列方式其实并不是以战斗力排序的，而是以对于人类的攻击性以及危险程度排列的。也就是说，相比之下，在野外遇到黑熊要比遇到老虎更加可怕。要知道，黑熊这个家伙是食肉目，它们的体型虽然没有棕熊那么大，但是攻击性却要比欧亚大陆的棕熊更强。成年的亚洲黑熊的体长最长可达1.8米以上，它们的体重最重可达400斤以上。这个家伙在攻击人类时手段相当的残忍，它们首先会将我们扑倒，然后利用爪子以及牙齿开始撕咬我们的头部和面部，之后便开始逐渐的撕扯掉我们的四肢，
直至将目标活活折磨致死才肯罢休。而且他们的奔跑速度也很快，在野外这个家伙的最高时速可达每小时56公里，并且他们可以以这种速度持续奔跑3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在野外一旦遭到这个家伙的攻击，基本上是无处可逃。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家伙不仅跑得快，他们还能爬树、善游泳，非常可怕。好，第一个，亚洲虎纹。亚洲虎纹也叫白纹伊蚊，这种蚊子在我们国家很常见，从北方至南方地区都有分布。这种蚊子虽然看上去并没有多可怕，但实际上它是一种非常致命的动物。你知道吗？白纹伊蚊是一种攻击性很强的蚊子，它们虽然不具备一口咬死我们的能力，但是它可以给我们的体内传播很多致命的病原体。这个家伙是一种非常恐怖的病毒媒介，它是登革热病毒的第2大传播者。据研究发现，这种蚊子能够传播7种甲病毒以及8种布尼亚病毒，它们的体内载有很多种可以使我们感染病毒的病原体。这个家伙主要是通过叮咬我们的皮肤，将疾病传染给人类。如果它叮咬了本身就带有病毒的人类之后，再去叮咬其他的健康人，也会将病毒传播过去。体型虽然不大，但却足够可怕。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你知道生活在南极的动物有多可怕吗？你以为《山海经》里的那些异兽真的不存在吗？你知道吗？南极大陆是人类出现以来最晚发现的大陆，直至1820年，人类才首次发现并踏上了这块大陆。在这之前，人类对这里一无所知。南极大陆位于地球的最南端，四周被南冰洋所包围，它的总面积约为1400万平方千米，占地球所有陆地面积的1/10。这里是地球上最寒冷、最干燥、最多风的大陆，这里的最低温度可低至-89.2度，整片大陆常年被冰雪所覆盖。在内陆地区，经常会刮着10几级的大风，最大风速可达每秒75米以上。不仅如此，这里虽然到处都是冰雪，但却非常干燥。整个南极洲的平均年降水量仅为55毫米，还没有撒哈拉沙漠多。这就意味着这里的空气会非常干燥，环境比撒哈拉沙漠还要恶劣。但即便是这样，仍有超过200多种动物生活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先给各位领导找出来生活在南极洲的10种标志性动物，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极地物种。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南象海豹。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非鲸类海洋哺乳动物，它的体重比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陆生食肉动物北极熊还要重6到7倍。已知成年的雄性南象海豹的体重最终可达4吨以上，这种体重仅限于雄性，雌性南象海豹的体重并没有这么大。雄性的体重通常是雌性的5到6倍，它的体长最长可达6.5米以上。在全世界范围内，这种海豹的数量高达约65万头，它们多数都分布于南大洋，只有少数活动在南极大陆的边缘地带。南象海豹的外形独特，它有一个能伸缩的鼻子，一旦被激怒或者高度兴奋时，它的鼻子就会向外膨胀，并且跟大象一样可以利用鼻子发出洪亮的吼声，因此被称为象海豹。这个家伙虽然在陆地上看上去比较笨重，但如果一旦进入水中，则会变得非常灵敏。它可以下潜到水下2300多米的深度捕杀猎物，主要以一些乌贼和鱼类为食。每年1到9月中旬，这些大家伙们就会聚集到一些小岛上，雄性会在这里进行决斗，而雌性则会在一旁观战，并且选择自己的如意郎君。在他们的世界里，这貌似就是一场盛大的相亲大会，相当热闹。对了，再有就是他们的寿命可达20年。好，第9个，南极贼鸥。单听名字就知道这个家伙绝非善类，之所以被称为贼鸥，主要就是出于这种鸟的行为方式。南极贼鸥是一种仅生活在南极洲的一种海鸟，这种鸟的体长可达53厘米，翼展最长可达1.4米。它们主要都生活在南极大陆边缘的一些苔原、河流与湖泊地带。人们曾在恶劣环境的南极点上也发现过它们的踪迹。要知道，南极点位于南极大陆的内陆，这里常年被冰雪覆盖，最低温度可低至-80多度，气候非常恶劣。然而，这种南极贼鸥就曾出现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这种鸟最突出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性情，这家伙非常凶猛，在南极它们偷盗抢劫无恶不作，人们曾称它为空中强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家伙是企鹅最讨厌的敌人。每年一到企鹅的繁殖季节，南极贼鸥就会经常出现在企鹅的繁殖地，将刚孵化出来的小企鹅或者企鹅蛋叼走吃掉。不仅如此，南极贼鸥还是一种非常懒的鸟类，它们从来不自己建造巢穴，通常都是利用抢占的手段霸占其他海鸟的巢穴。有时候它们甚至会直接从其他海鸟的嘴里抢夺食物，行为非常恶劣。这种行为在动物界其实也是非常讨厌的，无奈动物界的法则就是弱肉强食，适者生存。好，第8个，帝企鹅。
企鹅无疑是南极大陆最具代表性的动物，这个物种相信各位领导都比较熟悉。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企鹅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动物，它们很有可能在地球穿上冰甲之前就已经生存在南极了。你知道吗？全世界的企鹅种类多达10几种，其中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南极。在所有企鹅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就是生活在南极的帝企鹅。帝企鹅的全称为皇帝企鹅，它的身高可达1.2米，体重可达100斤。它们是一种群居动物，虽然企鹅的耐寒性较强，但是每当恶劣的气候来临，它们也会受到影响。这时候企鹅群就可以利用群居的优势，挤在一起抵御风寒。帝企鹅最特别的一点就在于它们的繁衍方式，它们是世界上唯一一种可以在南极的冬季繁殖的企鹅物种。我们都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鸟类的蛋想要成功孵化出幼崽，对温度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然而这种帝企鹅却可以在零下40度的环境下孵化出幼崽，而且它们的孵化方式还非常特别。雌性帝企鹅在产下蛋时就会离开，负责孵化的工作却是雄性企鹅。在孵蛋期间，雄性企鹅为了不让企鹅蛋受冻，就会利用自己的脚将企鹅蛋慢慢的夹起来，使其离开冰冷的地面。在孵化期间，它们会肩并肩的排列在一起，大概需要60天的时间不吃不喝，而且一动不动的孵蛋。等到幼崽成功孵化出来后，雄性企鹅才会去寻找食物。好，第7个，漂泊信天翁。它是世界上现存翼展最大的鸟类，这种鸟的翼展最长可达3.7米，平均翼展都在3米以上。它们主要都分布在南大洋的极地范围内。这个家伙1年的时间都会环绕南大洋航行3次，飞行里程超过了12万公里。它们是一种非常善于滑翔的鸟类，在空中，漂泊信天翁可以在空中滑翔几个小时，而不用挥动翅膀。据观察发现，这个家伙的一生中有9%的时间都生活在海上，一般很少会落地。这种鸟到了6到7岁时才会成年，它们的寿命最长可达60年。它们的食物主要以海洋生物为主，这个家伙可以下降到水下12米深的海里捕捉猎物。它们主要以一些头足类动物和小鱼为食，在野生动物界，它们没有天敌。好，第6个，雪海燕。它与企鹅一样是南极大陆的土著居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整个南极洲，鸟的种类多达几十种，但是绝大多数都是季节性迁移鸟类，而不是土生土长的南极鸟。而这种雪海燕与企鹅一样，它们是南极的本地鸟。雪海燕的外形非常漂亮，它们的羽毛非常洁白，还长有非常独特的蓝灰色的角，整体外观看上去与鸽子十分接近。这种鸟的体长最长可达40厘米，翼展可达95厘米。它们经常会出现在一些冰块周围，而且多数还是群体活动。在南极大陆的一些冰山上也会出现它们的身影。在南极，它们主要以鱼类和一些头足类动物和磷虾为食，有时候找不到猎物，也会选择吃一些腐肉，像一些海豹与鲸鱼的尸体都可以成为雪海燕的食物。在整个南极洲，这种鸟的数量估计超过了400万只，由于其种群规模庞大，因此并没有受到人类的重点关注。第5个，豹海豹。它是南极海域最可怕的一种食肉野兽。豹海豹的体型很大，它的体长可达4米，体重可达1000斤。在南极地区，它的体型仅次于南象海豹，是南极的第2大海豹。它的凶猛程度要远胜于比它体型大的南象海豹。豹海豹的嘴里长有非常锋利的犬齿，它的下颌非常强壮，可以大幅度的张合，用来攻击猎物。在南极，它们经常会捕杀小海豹以及企鹅和一些鸟类，特别是企鹅，它们非常喜欢潜伏在企鹅活动的浮冰下巡视。一旦有企鹅进入到水中，就会沦为豹海豹口中的猎物。这个家伙虽然在水中极为凶猛，但是一旦上岸，则会变得非常笨重，行动也会变得非常迟缓。豹海豹的活动范围遍布南极大陆边缘的所有海域。它们虽然喜欢捕杀企鹅，但绝大多数的食物来源还是以深海的食物为主，主要就是以磷虾以及一些乌贼和甲壳类动物为食，偶尔也会吃鲸鱼的尸体。在南极地区，它位于食物链的最顶端。豹海豹已知唯一的一个天敌就是虎鲸，但是虎鲸一般情况下很少会去捕杀这种豹海豹。再有就是这个家伙对于人类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它们会主动攻击人类。不过这种情况极其罕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豹海豹生活的地方距离人类太远，因此人类能与它们碰面的机会非常少，袭击事件自然也就会非常罕见。好，第4个，大王酸桨鱿。在南极冰冷的海水下生存了一种深海巨型鱿鱼，这种鱿鱼栖息在南极海域2000多米深的冰冷海水下，它们的体长最长可达14米，体重可达1000斤以上。大王酸桨鱿与大王乌贼不同，它的体型要比大王乌贼大，而且两者的栖息地与身体构造都大不相同。生活在南极海域的大王酸桨鱿是人类已知世界上最大的无脊椎动物，它拥有世界上所有生物中最大的眼睛，一只眼睛的直径可达40厘米。更特别的是，这个大家伙的血液中含有一种叫做血蓝蛋白的含铜化合物，这使得大王酸桨鱿的血液呈蓝色，而不是像绝大多数动物那样为红色，也就是说它们拥有蓝色的血液。不仅如此，它要比大王乌贼恐怖得多。大王乌贼虽然也是一种大型的鱿鱼，但是它的触手上都是吸盘，而大王酸桨鱿的触手上却长有锋利的倒钩，这种倒钩的长度可达8厘米，类似于老虎的爪子，非常锋利。在很久之前的一些神话传说中，就有描述大海上曾出现过长有巨大触手的海怪袭击船只，科学家估计传说中的那些海怪很有可能就是这种大型鱿鱼。
好，第3个，虎鲸。虎鲸这个物种遍布世界各地，从北极到南极以及热带海洋都有它们的身影。虎鲸是一种非常聪明的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有自己的群体组织，在动物界，这个家伙的智商排名非常靠前。凭借着这种优势，使得它们能够在自然界碾压很多的顶级捕食者。虎鲸是一种食肉动物，它们非常凶猛，在海洋里，它们与狼一样，成群结队的捕猎。它们是海洋里的顶级捕食者，即便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蓝鲸，有时候也会沦为虎鲸的猎物。强悍的捕猎技能使得虎鲸的栖息地遍布世界各地，在南极海域生活着大约有7万多只虎鲸，它们经常活动在一些浮冰的外围，有时候也会出现在冰层深处。南极的虎鲸与世界上大多数的虎鲸生活习性大同小异，都是成群捕猎。在这里，它们主要以一些鱼类和海豹以及企鹅为食。它们的体型与外界的差异也不大，雄性虎鲸的体长约在9米左右，雌性略小。南极虎鲸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的皮肤上通常会有一些暗黄色，这种暗黄色其实是一种硅藻，这种东西堆积在虎鲸的皮肤上，可以防止虎鲸在寒冷的水中脱皮，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好，第2个，座头鲸。它与虎鲸一样，栖息范围比较广泛，在全世界的所有大洋中均有分布，包括南极海域。座头鲸的体长最长可达17米，体重可达30吨以上。这个大家伙虽然看上去比较恐怖，但实际上它是一种性情非常温顺的动物。它们的移动速度非常缓慢，每小时约为8到15公里左右，游动在海面上就像一座小型冰山一样，给人的压迫感极强。一些古籍中记载的鲲极有可能就是这种座头鲸。在南极，它们的主要食物都是以磷虾为主。座头鲸没有牙齿，它们的嘴里长有270到400片带边缘的须板，这些须板的成分与人类的指甲成分差不多，并不具备像牙齿那样的硬度，因此它们并不具备捕杀其他大型猎物的能力，只能靠掠食一些小鱼以及大量的磷虾为食。据估计，一头成年的座头鲸在1天内就可以吞食多达1吨多的食物，食量相当的大。但即便是这么大的一个物种，在这里也会有捕食者。座头鲸最怕遇见的就是虎鲸。虎鲸这个家伙经常是群体活动，一旦碰到落单的座头鲸幼崽，极有可能会将其围攻并吃掉，非常凶猛。第1个，南蓝鲸。南蓝鲸其实就是南极蓝鲸，它是蓝鲸4个亚种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的体长最长可达30米以上，体重可达180吨以上。它是人类已知地球上现存最大的动物，但是一条舌头就重达2吨，心脏重达半吨，它的血管粗的可以装下一个小孩，那家伙非常巨大。而且这种体型的蓝鲸多数都为南极蓝鲸，其他地方的蓝鲸通常都略小一点。南极蓝鲸之所以能长这么大，主要也是因为它生活的区域。要知道，在整个南极海域生存着有超过几十亿吨的磷虾，这种动物富含非常高的蛋白质，营养非常高，而南极蓝鲸生存在这里，就可以拥有源源不断的食物来源，基本上不用为食物发愁。蓝鲸的胃口极大，这个家伙一口下去可以吞食约200万只磷虾，每天它都需要吃掉4到8吨的食物，再加上寒冷的海水含氧量较高，而且动物生活在含氧量高的地方，体型往往都相对较大，种种原因加起来才促使南极蓝鲸的体型格外的大。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一辆普通汽车的价钱就可以买到一架飞机，你相信吗？你知道世界上最小的飞机是什么吗？你见过造价仅需$1000的飞机吗？注意，我们今天说的并不是玩具飞机，而是真正能载人飞上天的飞机。今天这视频，黑土给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小的10架飞机，带各位领导一起参观一下这些迷你飞行器。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 BD5J 喷气式飞机。这架飞机是世界上最小的喷气式飞机，整个机身的重量仅为325斤，还没有一辆电动3轮车重。它的机身长度为3.7米，翼展长度为5.18米，高度仅为1.5米。远看上去很像一个大型的玩具，但实际上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可以载人飞上空中的喷气式飞机。这架飞机搭载有一架推力为305斤的微型涡轮喷气发动机，它的机身虽然不大，但仍可以以每小时480公里的速度在空中飞行。这架飞机诞生于1973年，至今为止，它仍保持着世界上最小的喷气式飞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虽然机身不大，但在这架小型飞机上，照样也配备了电动回缩装置、电动起落架以及电动制动系统。特别是起落架，这架飞机上的起落架的回缩速度可以在短短的1秒内完成，非常迅速。遗憾的是，这种微型飞机需要技术非常熟练的飞行员才能安全驾驭，因为在之前这种飞机曾发生过多次坠机事故，因此出于安全问题，不建议各位领导盲目尝试。第9个 SD-1 迷你运动型飞机，你敢相信吗？眼前这架飞机的机身是木质的，
它的机身材料采用木质和碳纤维以及各种复合材料制成，即便是机头前的螺旋桨也是由木材制成的。整架飞机的重量仅为200多斤，有效载荷为260斤，体重在200斤以下的飞行员照样可以驾驶这架飞机升空。这架飞机被归类为一种轻型运动型飞机，整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4.35米，翼展6米，高度1.23米，座舱的高度仅为1米，宽度为半米，相对来说空间还是比较宽敞的。它搭载有一架单缸的2冲程飞机发动机，还配备了航空电子设备集成的专用仪表盘，包括高度计、指南针、GPS 在内的等等各种配置。虽然这些配置对于绝大多数飞机来说都是必备的基本设备，但想要在这架木质迷你型飞机上使用，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该飞机的油箱容量为34升，加满一次油可以连续航行660公里，巡航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87公里，飞行高度可达4000多米，而起飞距离仅为243米。细算一下，这家伙的油耗甚至还没有一些越野车的油耗高。不过木质的飞机总是有缺陷的，在飞行过程中一旦遭遇到大风或者极端的天气，驾驶这架飞机是相当危险的。对了，再有就是它的售价，在这架飞机的原产地捷克，售价仅为2万多美元，折合人民币约为14万左右。当然，配置不同，价格也会有所浮动。第8个，文氏直升机。这架飞机是世界上最轻的载人直升机之一，它的重量仅为270斤，机身长度为4.9米，旋翼的直径仅为5.95米。整架飞机的机身是由复合材料和金属管制成，它的有效载荷高达290斤，只能坐下1个人。对于体积这么小的一个直升机来说，能达到这个载荷量已经非常困难了。它的油箱的容量为45升，加满油后仍可以搭载一名体重220斤以下的飞行员升空。这架飞机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30公里，它加满一次油可以连续飞行2个小时以上。它与汽车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配置，配置不同，各种参数也会有所差异。最低配的文氏直升机的售价仅为3万多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20多万。好，第7个，小蜜蜂单翼机。这是美国人在上世纪40年代制造的一种超轻型单翼飞机，它曾经是世界上最小的人工驾驶飞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4.32米，翼展为5.49米，单看数据，机身似乎并不小。让人意外的是，这架飞机的重量仅为190斤，一个人就能够轻松地抬起飞机的另一侧，力气大一点的甚至可以直接徒手将整架飞机搬起来。它的高度为1.52米，动力装置采用了一个双缸水平对置活塞发动机，马力仅有30匹。这架飞机最特殊的一点就在于它没有为飞行员设立驾驶舱，飞行员想要驾驶这架飞机，只能趴在机身的顶部进行操作。升降舵控制装置位于飞行员的下方，方向舵踏板位于机身顶部的凹槽中，驾驶起来相当复杂。虽然操作起来并不顺手，但这架飞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仍可以达到372斤，最高飞行速度也达到了每小时132公里。从建造至今，这种型号的飞机在全世界仅生产了1台，原型机在1978年当地的博物馆的一场火灾中被烧毁，后来又重新建造了一个复制品，存放在博物馆展览。好，第6个，蟋蟀飞机。这是世界上最小的双引擎人工驾驶飞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3.9米，翼展为4.9米，重量仅为156斤，仅需要一辆越野车就可以将其拖挂带走，而且组装和拆卸每次仅需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它搭载了2台单缸2冲程活塞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以向外输出15匹的马力。这个小家伙仅需要100多米的距离就可以起飞，在空中它可以上升到距离地面4600米的高空，最高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20公里。与其他轻型飞机不同的是，这种蟋蟀飞机的稳定性与安全性要比其他轻型飞机强得多。这架飞机最初是由法国的一位航空工程师于1970年代设计的。最初设计这架飞机的时候，工程师的目标准备将其设计成一种能够进行特技飞行的小型飞机，并且价钱还不能超过1000美元。从设计到正式起飞，装配工作大概用了1500个小时。到了1973年，这架飞机在巴黎的一个机场完成了首次飞行。对了，再就是它的名字，之所以被称为蟋蟀机，是因为这架飞机的名字是由法国设计者的女儿名字命名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蟋蟀，所以才被称为蟋蟀机。好，第5个 DS-1 幼鸟单翼机。这是一架单引擎单座的高翼飞机，这架飞机诞生于上世纪80年代，它是世界上最小的单翼飞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采用的是织物覆盖的焊接钢管，机翼是木质的。单座的高翼飞机当然只能坐1个人，它的毛重达386斤，如果在加满油的情况下，对于飞行员的体重也是有限制的。它的机身长度仅为3.4米，翼展还不到2米，仅为1.91米，机身高度为1.5米，整架飞机的重量仅有228斤。它的动力装置采用了德国制造的一种2缸轻型发动机，发动机摆动了一个长达1米多的木质螺旋桨，马力可达55匹。在飞行时，它的最高速度
度可达每小时180公里。这架飞机的诞生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飞行，确切点说，它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实现世界上最小的地位，也就是为了占据世界上最小的飞机名号。当然，这架飞机最终如愿以偿，截止到1984年，它如愿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列为世界上最小的单翼飞机。第4个，本森 B8 旋翼机。这是一架极其简约的小型单座旋翼机。这架飞机除了座椅、尾翼以及旋翼和动力装置外，基本上没有装备太多的东西。当然，它的价格也非常低廉。这架飞机是美国人在上世纪50年代开发的，它与大多数小型飞机一样，只能容纳1名飞行员。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3.45米，高1.91米，重达224斤，最大起飞重量可达400多斤。它采用了一个4缸的风冷2冲程水平对置活塞发动机，可向外输出72匹的马力。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137公里。对了，再有就是这种飞机与直升机可不一样，旋翼机能够短距离起飞和着陆，但是不能像直升机那样悬停或者垂直起飞。驾驶这种飞机需要经过专门的飞行员培训，由于其飞行参数范围非常狭窄，因此需要谨慎驾驶。开着这种飞机，一个操作失误就有可能粉身碎骨。再有就是它的售价仅为$6000，二手的价格甚至低至$700就可以搞定，相当便宜。第3个 JEN H4 单座直升机。这种直升机是世界上最小的同轴直升机，它的机身重量仅为140斤，飞机上装备了2个对转的主旋翼，长度仅为3.9米。这种对转的旋翼可以让机身保持更好的稳定性，它们以相反的方向转动，因此不需要尾部的尾桨就可以控制机身的稳定。这种飞机是日本人在1990年代开发的，直到1998年才完成首飞。它采用了一种没有挡风玻璃的单座开放式驾驶舱。动力方面，装备了4台双缸发动机，在飞行过程中，即便其中2台发动机发生故障，它仍能依靠其他2台发动机稳定地停留在空中。但是为了确保安全，在这架飞机的桅杆上方也配备了降落伞，以此来保障飞行员的生命安全。再有就是这架飞机的雨下载荷为300斤，加满油的情况下，仍可以搭载一个体重在250斤以下的飞行员升空。再有就是它的操控非常简单，操作起来与一些电子游戏的控制杆差不多，前后左右就靠一根控制杆就可以实现。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0公里，加满1箱油大约可以连续飞行半小时左右。第2个 SA-2A 天空宝贝双翼机。这架飞机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它的外观看上去像是一个大型玩具，但实际上它是一架需要人工驾驶的飞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3米，翼展的宽度仅为2.18米，机身高度为1.5米，重量仅为410斤。这架飞机只有符合标准的飞行员才能驾驶，它需要一个体重为154斤的飞行员保持在重心内才能够顺利起飞。当时为了试飞这架小型飞机，还专门聘请了一个名为罗伯特·斯特尔的专业飞行员。这名飞行员专门从事小型飞机的飞行。这架飞机经过这名飞行员试飞过后得出的参数，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约300公里。这架飞机搭载了一台4缸的4冲程比机发动机，马力可达112匹。它的最高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50公里，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266公里。这架飞机从第一次试飞到退役，仅仅过了不到5个月的时间。它于1952年10月份退役，之后便被设计者捐赠给航空航天博物馆进行展示，并没有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它的诞生仅仅是为了挑战世界上最小的飞机称号而设计的。好，第1个斯塔尔大黄蜂2号。它是世界上最小的人工驾驶飞机。这架飞机的诞生是专为获得世界上最小的飞机称号而设计和制造的试验性飞机。它的出现并不是为了实用性，主要就是为了名号。这架飞机的设计者是罗伯特·斯塔尔，他在1988年创造了这架世界上最小的飞机。至今为止，这架飞机仍保持着世界上最小的有人驾驶飞机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仅为2.7米，翼展仅为1.68米，高度只有1.2米。它的动力装置采用了一个4缸的风冷水平对置活塞发动机，马力可达85匹。整架飞机仅能容纳1名飞行员。这种小型飞机基本上没有什么操控性，小飞机大风险。1988年5月5号，这架飞机的创造者在驾驶这架飞机的第3次飞行中就遭遇了坠毁的事件。飞机在飞到距离地面120多米的空中，发动机突然发生故障，最终导致飞机落地。庆幸的是，飞行员斯塔尔虽然身受重伤，但是并没有产生致命的危险。至此，这架飞机便就此落幕。虽然没有大批量生产，但它仍是世界上尺寸最小的载人飞机。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